凶手的作案手法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你回来干嘛？论餐会。哎，陆先生，您刚才还没说完。您的这幅作品啊，是一幅旷世巨作，同时代的欧洲画家连给您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毕加索跟莫奈，如果看到了您的这幅画呀，羞愧自尽。哎呦呦呦呦！想恶心死我！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太过奖了。这样，陆先生，这里所有的画，您不嫌弃的话，挑一幅，带回去，带回去。不用这么客气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把那些带走。陆先生，又见面了，坐。怎么样？案件有眉目了？当然了，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呀？还用说吗？就是你呗。陆先生，又开我玩笑。没有。这次我们有充足的证据。我要见乔探长。老乔，有人找你。查了好几遍了，没破绽。没有破绽，就是最大的破绽。什么意思？一般来说呢，案发现场，目击者由于受到强烈的刺激，所以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当中。就比如说那天那个司机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可这位逻辑清晰，而且事无巨细，连拎着煤油灯走到几楼发生的爆炸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怎么当上这个秘书的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。行，我们先做个实验。萨利姆，请你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圆，30秒后，我们揭晓答案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杀害丁荣先的不是谢珍，而是怨灵。啊？你别胡说八道。这个所谓的怨灵呢，也不是鬼魂，只不过是丁荣先看到的假象。他误以为谢珍就是莫兰。性别都不一样，这还能认错啊？如果长时间接受高度的心理暗示，再加上宿醉，你也会看错的。时间到了。现在你看看他的衣服，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变化。红色的圆变青色了。没错，这就是谢珍谋杀丁荣先的独门秘技——心理补色。人眼在凝视某一种颜色长达一段时间之后，再突然转移视线，就会因为短暂的视觉疲劳，所以浮现心理残像色。谢珍，你上大学的时候一定接触过黑灵所提倡的对立色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好比这个手术中的绿大褂，就是利用了补色残像原理。医生呢，因为长时间凝视着鲜血，所以转头看向白大褂或者墙面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绿色的幻象，这会导致他们精力无法集中，从而影响手术质量。所以浅绿色的大褂跟墙面，就是为了消除这种长时间盯着红色所产生的视觉疲劳。陆先生，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但凡知道这个原理的人都有作案的嫌疑。可是，一直跟在他身边，并且了解他行为规律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信件内容不断重复，无非是莫兰的死与丁荣先有关，是他毁了莫兰的人生。你不断强化，久而久之，这个印象刻在了他的潜意识之中。接下来，你趁丁荣先醉酒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宿醉的丁荣先对恐吓信早已不胜其烦，在最后一封信的引导下，终于决定与写信者会面。在攀爬过程中，死者眼中只有红色，他视觉疲劳加上宿醉，以及长时间服用奎宁，导致视网膜血管收缩。看到穿着白色风衣的你，就误以为是穿着青色衣服的莫兰鬼魂，慌乱之中失足跌下高塔。
我如果真想冒充莫兰，我直接穿一身青衣不就得了？还补色，有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吗？因为人的眼睛只有在补色的时候才会产生眩晕感，而且会导致幻觉，才让他说出了最后一句遗言：莫兰，你究竟是人还是鬼？也正是这句话扰乱了我们调查的方向。我们在你家找出了大量的奎宁，之前你没少做实验。等等，奎宁可是常备药。再说了，司机可说了，当他听到声音就跑到了塔下，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在塔下。我请问在座的诸位，谁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下塔？那如果你不是走楼梯下的，而是用绳索滑下来的，像这样将绳子两股并行绕在柱子上，下来后扯住一边，就能迅速收回。请你把脚翘起来。干什么？翘一下嘛。其实从他走路的姿势，还有经常穿着登山鞋可以看出来，他是一个攀岩爱好者。而一个攀岩老手想要借助绳索几秒钟之内从塔下下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吧？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，你是在诬陷我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想定罪，拿出切切实实的证据来。这个证据吧，我暂时没找到。靠！我就喜欢看你着急的样子。下面让我们有请萨利姆老师。这顶帽子是你案发时候戴的，也是莫兰生前经常戴的款式，很特别。可是早就停产了。你画图给裁缝找他定做了一顶，萨利姆找到了订购记录。我有个要好的女伴，我想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。行，我们看第二个证据。这是油漆店的订购记录，伙计还记得你的样子，我们根据他的描述画了模拟的画像，跟你像不像？我订油漆是为了粉刷我家的客厅。那你刷没刷？去你家看看就知道了。本来是想粉刷的，可是到家之后呢，觉得这油漆的颜色太艳了，我就把它冲进了下水道。你们也知道，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，都冲干净了。行，我们看第三个证据。这是我们在你书房的写字台上找到的。你猜我把这个涂完之后，上面会浮现什么字啊？明早6点，玉宁塔下，不见不散。好吧，我承认了，这个信确实是我写的，不过我只是想吓吓校长，我没有真的动手啊。谢秘书，真的，我破了这么多大案子，你绝对是嘴最硬的一个。证据4，没了。啊，在我这儿呢。这条绳索是我们在玉宁塔下的小树林里捡到的。你往下滑的时候速度快了点儿，把手磨破。你还记得吧？当天我们还握过手。幸会。怎么了？这种伤一验就知道，上面还有你的血迹。你别告诉我那天在练攀岩啊！你还有借口吗？我还有证据5、6、7、8，你想好怎么狡辩了？你们是怎么怀疑上我的？那天，我让萨利姆对你用刑。正常人到那个时候肯定是求爷爷告奶奶，吓得屁滚尿流。你甚至可以当场告诉我你舅舅是谁，可是你却一声不吭，因为你来之前早就已经把相关的可能性以及对策都给想好了。
你深知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扣留你太久，包括后期的口供，你都表现得异常的冷静。可这种冷静太可疑了。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可是真正聪明的罪犯是不会留下这么多马脚的。谢真，你为什么杀他？杀这种恶人需要理由吗？你到底是想替谁复仇啊？徐小亚还是莫兰？复仇？你们把我想得太狭隘了吧？只要这个丁荣先还在树人任职一天，这个学校就永无宁日。想当初在我还上学的时候，树人中学学风肃穆，人才辈出，一届一届的学子凭自己的真本事威震四方，美名远扬。可当这个丁荣先当上校长之后，勾结权贵，高价售卖入学名额，多少寒窗苦读的学子名额就被顶替了。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一代名校就变成了纨绔子弟的大本营。你们没当过老师，不可能理解我这种痛苦和绝望。仅仅因为这个理由？在踩踏事件之后，丁荣先勾结黑帮，诱骗恐吓当事人，那些无辜的孩子被逼着说谎。你们想想，在这个年纪的孩子被逼着做出这种脏事儿，他们心灵受到的伤害，这一辈子都无法愈合。学校的功能是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才，我为校除害，我死而无憾。如果他没干这事的话，应该是个好老师。怎么了？他要是慷慨赴死，我怎么跟他舅交代？边叔，好久不见。老四儿，哦，乔大探长好啊！听闻你最近屡破奇案，红遍上海滩呐？全仰仗叔叔伯伯照顾，不然乔某寸步难行。谢珍他是我的亲外甥，抓他，你小子也下得了手啊？他杀人了，而且证据确凿。他杀了是一个畜生，这他妈叫替天行道，你们这叫为虎作伥。这个案子是陆遥破的，你把他交出来，我们绝对不为难你。陆遥，他是一个打杂的，我才是探长，而且都是我让他做。轩叔，作为晚辈，我先给您赔一个不是。他送了一条命，你流点血，就这么完事了？这一刀，于情是晚辈应尽的礼数；于理，我作为巡捕房探长，我问心无愧。谢珍虽然发心从善，但毕竟出了人命。即使我想放你一命，工部局也不会答应。如果您还是过不去这个，您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乔某一定会舍命相陪。够了！
四儿，这梁子咱们算是结下，回头你想好了怎么还。告辞。哇，效率不错呀20个工人没日没夜赶过来的。花多少钱啊？钱没少花吧？没事儿，慢慢从他账上扣。凭什么呀？房子又不是我点的，凭什么我出钱呀？而且你说了，装修费你出，装修费是我出啊，但家具费你们自己掏吧。啊，这沙发、地毯、橱柜都是新的，多少钱？自己看。你点的房子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沙发你不坐啊？行，沙发钱我掏，你别坐。不做就不做，怕你啊！之前我这个靠垫都是法国进口的，赔我。你先起来。你先赔我。你先起来。你先赔我。赔不赔？不起是吧？赔钱。你让我赔钱，不是咱俩一块住的，让我赔钱啊！我说你大男人，你有没有点责任心啊？我问你，这房子是不是咱俩一块住的啊？说，还让我赔钱？志清兄，出去！啊？出去啊！臭小子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坐，坐。啊，别理那个人，他脑子有问题。这房子也不小啊，你小子现在混得不错啊。这房子还不小，这房子也就你们家佣人房这么大吧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下船。听说之前你去广州投奔孙先生了？你小子，消息还挺灵通啊！哈，我姐怎么样？特别忙，我也很少能见到她。我来之前，她刚从东京回来。啊，这呢是她托我带给你的。你这次来出差？我是来带你走的。去哪儿啊？广州。老爷子，喂，组长来了。哎，他们两个都搬回公寓了。弄好了，刚搬回去。那场大火，查明原因了吗？没找到人为纵火的痕迹，应该是幼宁不小心自己弄的。你说这两个孩子，生活能力简直就是太差。以后你还多帮衬点啊！放心吧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刚才在公寓门口碰到蒋志清了。黄门那个。嗯。你给我盯紧了啊，看看他到底想干嘛。我女儿女婿可不能让这种人忽悠。这是去广州的船票。别逗我了，志清兄。我在上海过得好好的，根本不想搬家。中国已经到了危难时刻，列强环伺，群雄并起，数年内一定会爆发大规模战争。那又怎么样？若不知刀，则沦为鱼肉。我们打算在广州成立一家学校，为中国、为军队培养栋梁之才。你作为康桥的高材生，教书育人，责无旁贷。可我学的是数学跟医学，不通打仗。可是战争也需要军医啊！关键是，我不想打仗。没人想打仗，可你不打，中国就会被列强瓜分，沦为新的殖民地。这租界原本就是我们中国的，可现在呢，
洋人四处横行，国人举步维艰，你不为了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了……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。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是为了我自己。以你的资历、天赋和学历，投身革命，前途无量。但我对现在生活挺满意的呀，懒得折腾。你难道想一辈子都被你爹瞧不起吗？你也用不着现在就答复我，给你几天，好好考虑考虑。无论你去或者不去，我都支持你的决定。怎么了？我恩师过世了。怎么走的？谋杀。什么情况？昨晚在报社，门卫听到电话铃响。还不打，偏偏想别去。喂，喂，救我！他回来了！左边，左边。左边，你在里面吗？左边。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三图，主编是我的恩师，我写稿就是他手把手教的。手把手把你教成这样，那他这个水平……你鄙视我没关系，但我不允许你说他坏话。行行行，你饿不饿？我给你煎个蛋。我吃不下。你对他感情很深啊？这只是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更像是我精神上的父亲。哎呀，好啦，人总有一死的嘛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啊。这么慢呀？衣服上都是大鼻涕啊，换了一身。这又怎么了呀？眼睛哭肿。不至于吧？死的那个是他亲爹，精神上的。这也快让老爷子听见你。快点，从这进。为啥不走正门啊？你进去就知道了。锁着了呀。起开。我扶你啊！我这么大人了，还要扶什么？弄这干嘛？赶紧干活！这屋够乱的呀。报社给主编安排了新的办公室，本来还想今天搬家的，所以昨晚留下来打包，平时挺整洁的。又是密室杀人啊！
凶手也是，要杀就杀呗，搞那么多形式主义干嘛？那目击者的电话怎么说的？就说他回来了，快救他，其他的没了。这报上有字儿了，3000毛瑟枪，一个加强连。这个厉害了。怎么厉害了？英国女王颁发的特别委任状派克比限量版。你又怎么了？这支笔是平时主编用来写稿的，特别宝贝，谁都不让碰。刘婷，你别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又找什么呀？笔帽。陆三图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了呀？你想要找笔帽，是想凑成一整支笔私吞了。你不要忘了，这是凶器。大姐，有笔没帽，这个就是这个案件的可疑之处啊！你不要打扰我们办案。你们主编姓何？对。之前在申报。你怎么知道？恶女谋杀亲夫，今日终被极刑。这篇稿子是何主编写的，当年很轰动。这些报纸已经被事先整理好了，所以这张带血的报纸应该是凶手故意留下来让我们看到的。难道？何主编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对不起啊？因为他想到了标题“恶鬼冤魂索命”。职业习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死者留下的呀？不太像，颈部有这么严重的贯穿伤，写字不可能还这么工整。报纸拿回补房，化验指纹。不急，先看一下这个报纸日期。4月14日，昨天也是4月14日。bingo。10年前的昨天，恶女被处决，也就是说，昨天是她的10周年忌日。你们觉不觉得这个案子很眼熟啊？哪有啊？你忘了？密室、惨死，还有跟10年前死掉的人结怨，这不就是那个刽子手副手案吗 ？Copycat。抄什么？模仿作案。恩师你也拍啊？他如果在天有灵，肯定也会希望我拍摄下来的。这是作为记者的职责。主编死了。知道了。那你今后怎么打算？接着干呗，不然呢？我听说，佟丽想回大公报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可是咱们的当家记者。当家记者不是你吗？走开！主编死了，佟丽再走，咱报社估计活不过2天。你，白小姐，佟小姐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这个是你喜欢那会儿吗？与报社同在，这个档口想要离开的都是叛徒。那太可惜了，本来我还想邀请你一起去大公报。
这个嘛，他们还缺一个打字员。你，不过白小姐不感兴趣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你都保重，咱们报上见。他就是凶手。作案动机呢？嫉妒。嫉妒谁啊？我。他看主编对我宠爱有加，于是仇恨抹杀了他的灵魂，就痛下杀手。哎，童小姐，这是昨天主编托我从广州带回来的芒果，还有陈年普洱和大红袍。放这儿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这是主编让我给你的。走了。我饿了，那就饿死吧。低血糖我脑袋就转不动，这个案子就办不了了。那就不办了。那可是你精神上的父亲啊！以前是，现在一刀两断。这么绝？我就不懂了，这退稿信写的比原文还长，逐字逐句的，连标点符号都可以挑我毛病。他到底是有多看不惯我啊？你说，我有那么差吗？真的看不惯你呢，根本就不会写这么多字儿。老师但凡还在给学生提意见，就说明他对你有信心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你呢，虽然文笔糙一点，但是呢，你很认真啊，而且你的题材很敏感，这是优点，别人没有。主编也这么说过。行，别哭，再哭家里都让你淹了。谁哭了？不哭了，说正事儿。我认为，这个凶手应该和10年前那个歌女灭门案有关。具体情况？当年有一位歌女叫叶英，红极一时。她为了和情人私奔，不惜谋杀了亲夫和自己的女儿。当年这个案子很轰动。10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叶英的丈夫因一氧化碳中毒当场死亡，9岁女儿陷入了昏迷。本以为是一场意外，警察却在案发现场的水杯里发现了安眠药的成分。调查发现，叶英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，同时有多位证人指出，他们2口子关系不睦，叶英与情人藕断丝连。舆论哗然，都说他为了和情人在一起，不惜谋杀亲夫和女儿。但由于缺乏证据，叶英始终拒不认罪。当时的何主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他为了还原事实真相，深入调查，接连刊登好几期专题报道。叶英许多不为人知的私生活相继曝光，主编的报道被作为佐证宣读于法庭之上。叶英后来终于扛不住压力，被迫认罪了，被处以了极刑。那他女儿后来怎么样？被亲戚接到了国外。长到这个年纪，刚好可以复仇了耶。他女儿一直在国外，现在是著名沙龙的女主人，会艺术圈的。长得还不错哎。切，我托朋友已经打电话问过了，他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忙着高更的画展，没回国。你这效率比老乔还高。还需要我查什么呢？把你们主编10年前相关报道的稿件都给我找过来。你不是有阅读障碍吗？我躺着，你读给我听。你去哪儿啊？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。凶手找到了吗？还要这么快？有宁呢？情绪好点没？我感觉他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。特殊时期，
让让他。我尽量。那个人就是活祖宗。你赶紧查一下何主编跟谁结过仇。查了，需要时间嘛。何主编在最后那通电话里那句“他来了”，证明是熟人作案。案发现场留下那张报纸寓意明显，证明凶手认识死者，而且肯定跟10年前那桩案子有关。凶手一定是他身边的人。行吧，那你先找佑宁了解情况吧。对，你别走啊！我再不走，就要掏钱了。站住！哪儿啊？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哭了，等他不难受了我再过来。哎，坐着听听，讲到正事儿了。我刚进报社的时候，是何主编负责带我。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新闻，被他叫进了办公室。尤宁啊，作为一名记者，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，就是如何权衡客观事实与你个人诉求的表达。记者本身的见解并不重要，但是当他们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时，他的见解和态度就成为了报纸的见解和态度，他们的话就有了震撼社会的力量了。知道了，我重新写。这个你拿回去。当时，何主编送了一本黄远生的远生遗著给我，没想到这个说相声呢，讲究的是……你呢，再忍一忍，你接着说。何主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，人生的楷模。他的每一篇报道，我都会仔细阅读、认真研究。歌女灭门案是他第一个大获成功的报道，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启迪。所以，你就成了一个标题党。你懂个屁呀！黄远生先生提倡的新闻第一义在于大胆，第二义在于诚实不欺。你确实做到了很大的。你掐坏了，耽误正事儿。停。我现在心情欠佳，最好别招惹我。哦。验尸报告我看过了啊。颈部动脉被刺穿之后，失血过多致死。我还问过他身边的人，说他待人温和，不太可能与人结仇。那肯定就是怨灵复仇呗。我替你说出了标题啊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用这么烂俗的标题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楚生哥，你刚刚说何主编没有仇人，这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干媒体的，以揭黑幕为己任，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呢？就单说这一起歌女杀夫案，就有无辜的受害者。谁呀？楚明，面粉大亨楚家4公子。当年，楚明是出了名的小开，叶英在16岁成名，楚明疯狂地追求过她，但是后来她嫁给了别人，随即退出舞台，销声匿迹。几年以后，叶英又重新杀回演艺圈，楚明再次展开追求。叶英杀夫事件发酵后，楚明被报道为叶英的同谋。他受不了舆论的压力，于是人间蒸发了。因为这个案子，楚家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面粉生意也就一落千丈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心里也会痛恨何主编吧？楚家现在怎么样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去看一眼。榜德东林市城南学武乡，这个是陈明远的南瓜湖，还值点钱。
哎呀，乔探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来来来，快请坐，请坐，坐。我最近呢在查一个案子，可能跟楚四少爷有关，想跟他聊聊。什么案子？别紧张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跟他了解一些情况。这小子刚回国，还不到1个月呢。从哪国回来？这位是啊，毕信路遥，巡捕房的同事。哦，您就是报上说的那个神探。那个，过奖，这个不值一提。我看也没那么老，一看就像个后生，长得挺精神，也很有气质，一点也不猥琐。你说这报上怎么瞎讲呢？那个写稿子的人有点问题。四少爷在家吗？不在，刚搬出去。那令郎回国之前都去了哪儿？法国巴黎，待了10年，这次回来，整个都变了个人。以前的那些顽劣秉性都改了。家里的长辈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非常欣慰。那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登门拜访吗？可以呀。2位稍后。巴黎呀，这也太巧了吧！身份巧，地点巧，回国的时间更巧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兴奋？楚家有一个仓库，我们家老爷子想盘下来很久了。那如果楚明真的是杀人凶手，你怎么处置？公事公办呀。如果楚老爷子把仓库送你呢？那就把人放了。什么表情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那如果你们家老爷子胁迫你呢？放心吧，他不会的。你们都不了解他，都知道鸦片赚钱，上海那么多老大，只有我们家老爷子不碰，还不让手下人碰。为什么呀？他说鸦片会害了中国，所以黑心钱打死都不能赚。那你们家老爷子人品还行啊？那当然，不然我怎么可能这么忠心耿耿的跟着他呀？探长，我刚给全子打过电话，这是他现在的住址。谢谢。你摁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小时候被这种狗咬过，有阴影。这么大口，你在逗我吗？我不管，你开枪打他。你是疯了？下去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！你别动，干嘛？你住手！住手！你不要！你们找谁呀？楚少爷，我是巡捕房的，过来查个案。哦，乔探长是吧？我爹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进来吧。
对了，不好意思，劳驾二位换一下鞋，我有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，不好意思。你们稍微坐一会儿吧，我还有一个碗没有收拾，收拾完了以后就过来啊，先请坐吧。茶还是咖啡？当然是喝酒了。62年的拉菲，好年份啊！哼，好酒就是应该和懂酒的人一起分享的。来吧，我在波尔多住过2年，说实话，对于酒徒来讲，那真是个天堂。请。白天我不喝酒。我喝啊，我喝。Admiti，哎，你会说法语？之前在巴黎混过半年。哎，好地方，上去，上去。哦，先请坐吧。这红酒配药对身体不好吧？习惯了，没事的。乔探长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呀。新月日报的何主编，昨夜在办公室突然暴毙了。何主编，何有为啊？对，之前在申报，后来去了新月。咱们调查发现，他跟10年前夜莺杀夫案有关。我去国外住这么多年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没想到刚回国又出事儿了。看来这件事情我是躲不过去了。昨晚10点到11点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家呀。整晚都在吗？当然。有人可以证明吗？你知道这个家里面就我一个人住。你们家为什么没有报警？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我都是一个人，所以习惯了。那当年你跟夜莺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这么简单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就去信报纸好了。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激动什么呀？就问个话。我当然要激动了。何有为算个什么东西？歪曲事实，操控舆论，这种人早该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手上如果有一把枪的话，我就一枪把他给毙了。杀人动机有，但不在场证明你没有。那能怎么样呢？你们如果觉得我杀了人，你们拿出证据来；如果没有证据，咱们就法庭上见。我不相信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哎，我真不相信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楚少爷，当年你能成功的脱身，是因为你家老爷子人缘不错，而且没有人想得罪他。但是他现在被你折腾的元气大伤，他罩不住你了。你威胁我？没有，就是善意的提醒。好啊，你们如果觉得我杀了人，你们就把我带回去，严刑逼供。你们看看小爷是招还是不招？你又干什么呢？这是你做的吗？味道不错啊。这个也是你们查案的环节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看到好吃的我就忍不住。你们刚才来到哪儿了？不在场的证据。这种小事一会儿再聊吧。这个佛跳墙是你做的吗？不然呢？这个是香港珍宝坊的主厨亲自教我的。这么浓稠的汤头得要多久啊？1天1夜，得不停的调火换料，人一直得守在边上。你看，这就是不在场证明啊！你跟谁一伙的呀？不是，这个汤头真的是绝了，你尝尝。搞什么鬼？
你看这房子房型多好，看看这个采光，这房间都是朝南的吧？没错，晚上6点之前我们家书房是不用开灯的。这么好的房子，租金贵不贵啊？这是我自己的房子。你看有钱真好，你说这，说的好像你没钱一样。喝完了吗？喝完赶紧走。我没吃完呢。吃什么吃？哥，你下次要是在家无聊的话，你叫我喝酒，我随叫随到的。拜拜。你刚才不找线索吃什么吃啊？再找不着线索，人再跑了的。往哪儿去啊？法国呀。放心啊，他不会跑，也跑不了。你又知道？去巴黎的渡轮2周才有一班。前面左拐啊。要干嘛去？金门大酒店。做什么？那儿的佛跳墙，上海一绝。你不刚吃吗？我就吃了2口，现在馋虫起来了。早晚死在饭桌上。吃完这个，我保证告诉你线索。你也厉害的。没有线索，这单我自己买。我发誓。终于来了。你尝尝。吃饱了，你慢吃。你们这帮探长啊，就是太年轻，沉不住气，一办案就容易焦虑。废话，在他们家刚问到重点就被你岔过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接着往下问啊？你说呢？不要这么激动嘛。服务员，先生有何吩咐？把你们领班叫过来。这什么这那的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是巡捕房的乔探长。再磨磨蹭蹭把你们通通带走。好，这就去叫领班。通通带走？吓唬他。这是杜先生的店，于先生和我们家老爷子都有股份。我问你，你打算把谁带走？你尝尝。不要挑战我的极限啊！那我尝。这碗佛跳墙跟楚明家那碗吃起来一模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从这儿打包的呀？没错。炖佛跳墙需要紫砂罐、枣糊炭，小火慢炖。想要有这种火候、这种口感，他家那套设备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他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，对吗？他对咱们撒谎，肯定有内情。乔站长有什么吩咐？昨天晚上有没有客人在你们这儿打包过佛跳墙？这个得查一下。昨晚单班的服务生当中，有一部分是明天的早班，得等他们来了之后才知道情况。不急，什么时候查明白了，给乔探长去个电话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有要事要办。要个屁呀要！好蛋比谁都厉害。
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案子集结成完整的一份报纸，任何差错都不能出。你做 A 板块，你做 B 板块，任何差错都不能出。何主编不在，我们就更要加油。今日日报主编离奇暴毙，报社惊现冤魂索命，主编与杀副歌女的10年冤仇一招了结。号外！今日日报主编离奇暴毙。刚起啊，熬了个通宵，你赶紧看看。佑英的恶趣味，我真的是服了。为了销量，连恩师都不要了，他不怕国家丑？啊，金门大酒店的领班来电话了，他果然在撒谎。今早当班的服务生说，前晚确有一名男士点过佛跳墙，菜是2人量的，但他始终没动筷子，似乎在等人。不过一直没人赴约，最后那位男士便吩咐打包了。劳驾帮我把这个打包带走。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差不多晚上9点吧。就算他把食物打包回家稍作休息，也完全赶得及再去报社行凶。有人会在杀人之前还约人吃饭的吗？会不会他跟主编约好了，结果主编没有去，所以楚明才去找他的？昨晚我看卷宗，发现了一个疑点。什么疑点啊？叶英当年的不在场证据是，演出结束后，楚明将他接走。请。也就是说，楚明是唯一的证人，但当需要他出面作证的时候，他突然人间蒸发了。我得再找他问问：第一，当年他为什么要逃走；第二，我想知道叶英有没有说谎。他有没有撒谎，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？当年的案子，中间环节肯定出了大问题，否则不可能引发今天的血案。你开慢点，我晕车。有人在跟踪我们。谁他妈打算跟踪你？我也好奇。你车上了？你敢？那你直接甩到那不就完了吗？那不太便宜他了吗？这小子看他往哪儿跑？咱们先摸清楚对方的情况。哎，你别下车呀！怎么怕了呀？对方如果有枪呢？我还有枪呢。对方如果是那种冲锋枪呢？加特林，那种加特林冒蓝火那种，打！哎，你快回来！
人还没见到。乔探长，早啊！早啊，童小姐。胆子这么大，敢跟踪我？早就听说乔探长文武双全，义薄云天，所以今天想亲眼见识见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主编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这不能告诉你，这是机密啊。早就听说你对白老大忠心耿耿，所以才会让白幼宁那种外行跟踪报道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贵报的记者，有采访和报道权。可是，你看过他写的稿子吗？都是同行，我也不方便说他坏话。只不过，你们辛辛苦苦办案，短短半年就破了那么多重大的案件，照理说，你和陆先生早就该出大名了，你们才是被值得称颂的人民英雄啊！可不是嘛！你说我破了这么多案子，他非但不给我好好写，还把我写得又老又猥琐，你说他还是人吗？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给二位抛出橄榄枝。那，对不起，你别说，你继续。我很快就进大公报了，以后案情的资讯你们先给我，价钱你随便开。多少钱啊？不同级别的案子费用不同，这个案子的线人费至少200块。200？之前怎么一个子儿没有啊？所以说呀，你们选错了合作伙伴。佑宁什么身份，你应该清楚吧？当然，只不过有的事情我能做，他却做不了。好了，橄榄枝我已经抛了，只要二位肯合作，要什么我都可以给。确实是你喜欢的项目。这不好吧？老乔，虽然咱们认识时间不长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好兄弟了。你也是江湖人是吧？为兄弟，你可哪能插刀啊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和佟丽合作，人归你，钱归我。对半吧。人都归你了，我也没要求跟你对半呀。要不然，135归你，246归我。周日让他放天假。我想想。是得好好想想。洞房花烛夜，
一进门，新娘蒙着红盖头。唉，合作可以，但绝对要保密啊！绝对保密，一定不能让幼宁知道。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啊？哈，惊喜派对。聪明。切，你俩那点小心思，我还看不出来。走，去哪儿啊？楚少爷家。去那儿干嘛呀？这人有重大犯罪嫌疑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一大清早的，家里就没人。关着呢。哦。嗨。又是你啊！劳驾问一下，你们家邻居在家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谁呀？这里可是高档住宅区，再不走我可报警了啊！报警？乔探长，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原来是乔探长啊，久仰。这阵子老是在报纸上看到你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来，喝茶。克劳，过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很招人喜欢呢。他呀，就喜欢女的，每次把他关在院子里，只要路过的是个男的，他就凶得不得了；如果是女的，他就特别乖。乐乐呀，不分男女，他会叫，是因为他见到了贱人。拿远点。你隔壁新搬来的那户人家，今早出过门？应该没有吧？你们也知道的，隔壁一旦有动静，我家乐乐就会叫的。确定吗？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隔壁只要一有人进出，他就会狂叫？是呀，不信你试试。那前天晚上他有叫过吗？大概什么时候？好像没有啊，他这嗓门你们知道的。我再确定一下啊，从昨天晚上我们走了以后，隔壁是不是就没有人进出过？应该没有。看什么呢？这个房间灯是亮着的吗？确实是亮的。这间是楚明的书房，他说过书房采光好，白天都不用开灯。现在灯亮着，只能说明他昨天晚上开过。但是，一般情况下，只要他人不在房间，灯就应该会关掉。陈朵啊，
这杨文我不认识，是安眠药吧？是。这些酒很可疑啊。怎么说？这些酒大部分都是勃艮第产区的，可他明明更喜欢波尔多。这说明这些酒可能就不是他的。来人，把这些酒呢都搬到我的公寓去，我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跟化验。尤其是那瓶82年的拉菲是重要的物证，我要亲自带走。那你是没完了是吧？曹探长，我们在卧室抽屉里发现这些东西。原来那支钢笔的笔墨在这儿啊！先杀主编，然后被查，最后畏罪自杀。目前看来是这样。结案吧。听起来你好像不太高兴啊。没抓活的，心里感觉不太好。因为我跟你牛的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哎，据你观察，你觉得佟丽爱吃什么？你有约她？当然了，案子都破了，我得找她结账去。好，非常好。我想想，西餐。你怎么知道？根据她的打扮，可以看出她这个人很崇洋。而且约会的话，中餐的话氛围不太对，小情侣之间，你也不可能带她去什么长三堂、百乐门之类的吧？那就占美吧。哎，200大洋，不给钱的话，一个字也别告诉她。哎，放心吧。你写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，我给的。好的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事儿。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一来就直奔主题啊，太急了吧？不高兴啦？好啊，那就不聊案情，聊人生。请问乔探长，你有几个女朋友啊？我要说，一个没有，你信吗？当然，不信。逢场作戏的有几个，但认真交往，说实话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你是打算跟我逢场作戏呢，还是认真交往啊？那得看你怎么对我了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对你呢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该不会是在向我求婚吧？是啊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啊？哪个女孩子不喜欢英雄呢？我算什么英雄啊？你的经历呢，我早就了解过。从小背井离乡，吃了很多苦，后来赤手空拳打天下，不到20岁就在江湖上声名鹊起。白老大看你正义人心，推荐你做了巡捕房探长。本来只是想让你镀个金，没想到你屡破奇案，名震上海滩。试问，这样的男人，谁会不爱呢？
破案的人可不是我。路遥，确实聪明，但如果没有你的支持，他寸步难行。没有枪，再多的子弹也伤不到人。你说呢？我们先点个菜吧。我怎么觉得我们跟偷情似的？不好意思啊，要不咱俩换个地儿 ？OK。抱歉啊。没事儿，我只是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乔四，会那么怕他。幽宁天性善良，但脾气不大好。如果被他知道咱们俩在一起的话，他一定会发飙的。那如果我们办婚礼的话，要不要邀请？这我没想过。怎么了？反悔了？又不想娶我了？你这么聊，我可接不住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快、太直接了呢？不是，只是不知道哪句真，哪句假。对你有好感，真，结婚，开玩笑的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能少交几个女朋友的话，也许我们会有未来。我送你吧。不用啦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你喝了多少呀？2瓶，啊不，3瓶红酒，还有半瓶朗姆酒。那你还不回去睡觉？我说了难受。陆三图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案子是不是已经结了？你听谁说的？我有线人，凶手就是楚家4少爷，已经畏罪自杀了，是不是？还没确定呢。放你的屁！结案报告都已经写好了。谁写的报告？哪儿翻出来的？哼，是你的草稿吧？我为什么要瞒你？你说呀，说呀，你说呀！这个案子我没说结案之前就不算。